说到高血压，大家都知道，一般中老年人比较常见。一旦患上高血压，就要通过药物来降血压，不然会给身体造成很大伤害。那生活中影响血压波动的因素有很多，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要远离两种水，越喝血压可能越高。第一种浓茶水，那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喝茶，喝茶本来呢对身体也是有益的，但是呢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因为茶叶中富含咖啡碱等活性物质，大量喝会导致心跳加速、血管收缩，从而引起血压升高，对健康不利。不过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喝点玉米须水，玉米须药用价值高，有扩张血管、利尿消肿的功效，对控制血压有一定的帮助。第二种酒水，那喝酒呢现在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可以说无处不在。但是要知道，酒中含有酒精，大量喝酒会导致神经兴奋，使血管收缩，同样会引起血压升高。所以血压高的人尽量不要喝酒，这样对心血管健康也有帮助。除了少喝这两种水外，平时呢还要少吃腌制食物、高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建议大家没事多运动运动，养成好的生活习惯，这样对健康更有帮助。俗话说10个人9个湿，现在的人体内多少都会有一些湿气，如果体内湿气过重，很容易引起各种疾病。那想要去除湿气，除了平时要坚持锻炼外，还可以通过饮食调理。今天给大家推荐呢2种食物，用来泡水喝，可以帮助排出湿气。第一种荷叶，荷叶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具有清热解暑、利湿消痰的功效。那体内有湿气的人，经常呢用荷叶泡水喝，可以帮助身体排毒，去除体内湿气，对瘦身也有一定作用。第二种玉米须，玉米须在生活中很容易被忽视，但其实玉米须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作用，经常用来泡水喝，也可以帮助排出体内湿气哦。如果你早上起床后总是感觉口干、口苦、口臭，并且呢刷牙还不能够缓解的，那么就要小心，可能是胃火旺引起的。那胃火旺该怎么办呢？可以试试用下面的2物泡水喝。第一种，茉莉花茶。茉莉花茶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花草茶，经常泡水喝，能够促进胃部消化，对降胃火、去口臭有一定的帮助。除此之外，茉莉花还有安神助眠、舒缓身心的作用。第二种，丁香茶。丁香茶也能够帮助缓解口臭，丁香中含有的丁香酚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活性，能帮助保护胃黏膜，对去胃火也有一定的作用。那胃火旺的朋友平时呢还要注意少吃油腻和辛辣刺激的食物，保持清淡饮食，多喝水，对降胃火有一定的帮助哦。现在很多上班族由于工作太忙，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很容易导致胃部疾病，比如慢性胃炎，严重的影响身体健康。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可以帮助养胃护胃。第一种，南瓜。南瓜是很常见的蔬菜了，并且南瓜呢很好吃。南瓜中含有的果胶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和吸收，有修复胃黏膜的作用。那胃不好的人多吃些南瓜，也能够帮助保护肠胃。第二种，蜂蜜。蜂蜜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滋补食物，营养价值颇高。蜂蜜含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以及酶，有助于人体的消化和吸收，所以经常的吃些蜂蜜，可以帮助保护胃黏膜，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哦。除了吃南瓜和蜂蜜，再给大家推荐2种养胃茶饮，蒲公英根茶和大麦茶，对肠胃都有保护作用。男性朋友平时锻炼身体都喜欢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或者是平板支撑，尤其是俯卧撑，坚持练习能帮助提高身体素质。那你知道一天做多少才算合格吗？其实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素质来决定。如果身体素质好的年轻人，如果能够达到30到40个左右，那么就说明身体还算不错。对于身体比较弱的人，那么就要相对的减少了。如果是经常锻炼的，也可能会达到50个。所以总的来说，若能够达到30个以上就算合格了，达到40个以上才能算得上优秀哦。不过呢，不建议老年人做俯卧撑，可以做一些轻缓的运动，还有做俯卧撑的姿势要标准，这样才能够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如果想要提高免疫力，让身体更好呢，还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注意饮食合理，或者呢喝点菊花茶、蜂蜜、柠檬水，这样能够增强免疫力，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我们的生命是离不开心脏跳动的，那怎么知道心脏好不好呢？可以看这2个地方。舌头，正常舌头应该是淡粉色，但如果发现舌头发红，同时呢伴有心慌、心跳过速等症状，就可能是心脏出现问题了。耳朵，大家呀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耳朵，如果出现很多褶皱，也可能是心脏出现问题。如果是心脏不好，该怎么办呢？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很简单，就是按摩大鱼际。将手掌伸开，拇指根部这里凸起的地方就是大鱼际，和呼吸器官关系密切。按摩时可以双手对搓，每次搓5分钟左右。大鱼际是心脏的反射区，这样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养护心脏健康。如果经常感觉心悸、胸口憋闷，就可以按摩大鱼际。除此之外，常喝大麦茶也有养心护心的作用哦。就目前来说，新冠肺炎的传播方式主要有3种：飞沫传播、接触传播，还有一种气溶胶传播。那什么是气溶胶传播呢？就是说患者的飞沫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被吸入后就会被感染。它和飞沫传播是不同的，它容易存在狭小密闭的空间里。那么针对气溶胶传播，专家提醒大家要注意以下3点。第一，注意室内通风，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都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第二，勤洗手，不管我们做什么防护，洗手是必要的。勤洗手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被感染的几率。第三，口罩一定得戴。在知道气溶胶传播方式之后，戴口罩那就是必须的了。口罩呢可以过滤颗粒直径较大的气溶胶，对预防病毒有。外出门呢，你会看见每个人都戴着口罩。那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呢来势汹汹，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治疗，但是呢它害怕3样东西哦，早知道早预防。第一个，害怕呢强大的免疫力。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我们会发现死亡病例中呢中老年人比较多。其实呢这就和自身的免疫力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你免疫力非常强大的话，那么病毒也容易被赶跑哦。第二个呢，害怕高温。那经专家们研究发现这种病毒在温度达到56度以上时呢，它们是很难存活的。不过这个温度呢要坚持到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彻底的将病毒杀死哦。第三个呢是害怕高浓度酒精。那除了高温，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害怕高浓度酒精的。如果酒精浓度呢达到75%以上，病毒就会失去活性，也不具传染性了。所以大家呢知道了这3点，也就有利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喽。好啦，就说到这里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下期见吧，拜拜。